在希腊与罗马，人类的信仰建立在理性与力量之上，而在印度，信仰的根在灵魂的深处，在那种相信一切生命相互轮回的宁静里。今天聊一聊古典时期的印度文明。在这里，人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便被卷入一种无形的秩序，那是种姓的秩序、因果的秩序、轮回的秩序。在西方，权力塑造国家；在印度，信仰塑造社会。于是，这个民族花了数千年去思考灵魂，而不是制度。这使它柔软却也坚韧，使它屈服却又不灭。公元前1500年，一群雅利安部落跨过高山，进入印度河平原。他们带着放牧的生活方式，带着战神与火神的名字，带着青铜的工具和自由的意志。他们与西方的希腊人、波斯人有着同样的血脉，却在东方遇见了不同的命运。当他们征服印度河流域时，发现这片土地早已孕育出宏大的城市文明。那些被他们视为黑皮肤的达塞人的土著，其实掌握了灌溉、建筑与冶炼、征服与融合，在长久的共处中发生。雅利安人学会了农业，也学会了顺从土地。季风每年如约而至，水与土的节律悄悄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铁器的出现，让人类第一次能驯服这片森林覆盖的大地。他们在恒河平原建立村庄，修建水渠，播种稻米。恒河流域取代旁遮普，成为新世界的中心。随着土地的肥沃与人口的增长，战争与王国也诞生了。摩揭陀，这个坐落在两条商路交汇处的王国，因铁矿与河道而富强。它修渠筑路，收税征粮，成了印度最早的权力核心。历史在这里有了新的节奏。权力的成长总伴随着分层。雅利安人最初也分三等：祭司、战士、平民。但当他们与土著混居，颜色成了界限，信仰成了枷锁。婆罗门掌管仪式与知识，刹帝利是持剑的贵族与国王，吠舍是耕种与经商的平民，首陀罗则是劳作的仆从。他们称这种划分为瓦尔纳，在梵语中意为颜色。肤色与地位、灵魂与命运在这里被编织为一体。而在这四级之下，还有一群被遗忘的人，这些人被称作贱民。他们从事沾染污秽的工作，屠宰、制革、掘墓、清扫污物。他们居于村外，不得接触高种姓之人，甚至不能走进视线之内。他们走在路上，要敲击木板，提醒他人避让。这并非单纯的压迫，而是一种宗教化的社会设计。因为法经告诉他们，人的地位是前世行为的结果，唯有顺从命运，才能在来世得救。于是制度成为信仰的一部分，奴役被误认为道德。这种制度极端的不公，却又极端的稳定。它让印度避免了无休止的内战，却也扼杀了变革的灵魂。在别的国家，法律维系秩序；在印度，信仰维系秩序。国家可以崩溃，社会却屹立不倒。早期的雅利安人敬畏自然，他们的神是风，是雷，是火，是那无法掌控的力量。但当他们成为农夫，开始依赖季风与河流时，他们的神也变了。湿婆、毗湿奴与梵天一一被创造、保护与毁灭的三神体系，取代了原始的自然崇拜，成为印度教的核心。婆罗门掌握着仪式与经文，成了社会的精神统治者。他们朗诵吠陀，主持祭祀，拥有土地与豁免权。他们不受刑罚，不纳赋税，被视为神在人间的影子。但当知识成了特权，信仰就变成了束缚。公元前6世纪，人们开始反抗这种祭司的统治，他们渴望一种不依赖仪式、不需要中介的信仰。于是佛陀出现了，他拒绝种姓，反对祭祀，宣讲四圣谛法与八正道。他说，一切苦的根源在欲望，觉悟来自心的平静。他的宗教不靠神，而靠理解；不靠仪式，而靠慈悲。佛教像火焰一样，从恒河平原传遍亚洲，从阿富汗到中国，从斯里兰卡到日本。它照亮了整个东方，但在他的故乡，它却渐渐消失，因为它缺乏现实的社会仪式，而婆罗门却很快学会了吸收它的灵魂。于是婆罗门写下奥义书，重新诠释世界，宣讲宇宙的本体是梵，个人的灵魂我只是梵的一部分。修行的目的是让灵魂回归梵。如此，佛陀的反叛
被印度教的智慧吸收，转化为新的传统，印度文明再一次展现了它的柔韧。当思想在森林中冥想时，权力在平原上生长。摩揭陀的国力强盛，难陀王朝奠定了国家的雏形。直到一位年轻的冒险者，他的名字叫做旃陀罗吉多孔雀，在公元前320年推翻难陀，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大帝国孔雀帝国。他手下的谋士考底利耶是印度的马基雅维利。他的政事论写道，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，在旃陀罗吉多孔雀的帝国中，密探遍布全国，法律冷酷而高效，70万大军，万辆战车，万头战象，守护着秩序与恐惧。但命运让这一铁血的帝国迎来了一位不同的继承者，这个继承者就是阿育王。他征服了杰林加，用10万尸体换来疆土。当战场的烟雾散尽，他看着血流成河的战场，心中生出深深的悔恨。他写道，我见万人被杀，心中充满悲伤。于是他抛弃了征服者的剑，转向佛陀的慈悲。他修建医院，铺设驿道，栽种果树，派传教士到斯里兰卡、叙利亚、埃及。他的法令提倡宽容与仁爱，尊重一切生命。他没有把佛教立为国教，却让慈悲成为国家精神。他的统治被称为和平之治，但这样的和平太依赖个人的良知。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，帝国分裂，慈悲可以感化人心，却难以支撑制度，而没有制度约束的慈悲终将消散。孔雀帝国的崩溃带来了500年的动荡，来自北方的希腊人、帕提亚人、西徐亚人、贵霜人像潮水一样进入印度，又被印度吸收。他们带来了希腊的艺术、波斯的行政、罗马的金币。佛教僧侣则把印度的智慧带向世界。在那漫长的岁月里，商人和传教士共同铺成一条文明之路，丝绸与香料，经文与思想，一起穿越高原与海洋，甚至基督教的足迹也在印度留下印记。入侵者改变印度的边界，却改变不了它的灵魂。他们带来权力的形式，却最终被信仰同化。一直到公元4世纪，旃陀罗吉多古普塔，也叫做旃陀罗吉多一世，重新统一北方，建立了吉多王朝。他们的时代是印度的古典时期，金银币流通，商路畅通，利率从 240% 降到 20%， 手工业繁荣，纺织、雕刻、冶金、宝石切割，技艺精湛。当时的中国处在汉帝国结束后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中。一个来自东晋的僧人法显到访吉多王朝，看到一个和平而文明的国度。他写道，人们饭前洗手，饭后漱口，不洗浴，不接触他人，无监狱之库，无鞭笞之刑，最轻者罚金，最重者断右手，人民自由，国王仁厚。这是一个温和的繁荣，国王既信印度教，也不迫害佛教，不同信仰共处，城市安宁，乡村富足。吉多时代的文学与科学也达到了顶峰，诗人迦离陀梭写下沙公达罗，而摩诃婆罗多、罗摩衍那也在这一时期定稿，成为印度文化的圣经。天文学家阿耶波多提出地球自转，计算出1年的长度，几乎精确到现代数值。而最伟大的贡献是0与10进制的发明，一个0比任何发明都深远，它改变了人类思考世界的方式。在中国，历史是长久的统一夹着短暂的分裂，在印度，历史是漫长的分裂夹着短暂的统一。因为印度人更忠于宗教与社会，而不是国家与权力。国家如浪，兴衰无常，而社会如胶，沉静如初。寺庙、村庄、经文、仪式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。政治的废墟上，信仰依旧。印度文明的奇迹不在于帝国的强大，而在于它能够绵远流长的延续下去。因为印度文明把秩序建立在灵魂之上，而不是权力之下。考底利耶的冷酷，阿育王的慈悲，吉多的理性，三者构成了印度文明的3重灵魂。他既懂得控制人，也懂得宽恕人，还懂得理解人。印度教教导人顺从命运，佛教则教导人超越命运。一个让人平静地活着，另一个让人安然地死去。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以灵魂为中心的世界。印度教保存了秩序，佛教扩展了同情，而孔雀与吉多的政治让思想得以呼吸。在惩罚与慈悲之间，印度找到了文明的平衡，那不是权力的胜利，
而是人性的妥协。人类的文明总要在力量与怜悯之间摆荡。当权力失去慈悲，它将自毁；当慈悲失去力量，它将消散。印度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惩罚让人服从，慈悲让人觉醒。只有当两者相遇时，文明才会真正长久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